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3月28号，比特币价格是跌破了27000美金，这两天也是没有利润可以数啊。或者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为什么行情会这么焦灼，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，或者是最近美元指数到底是在干嘛？包括朋友也是在讲的，这个位置高点好像有一个要命的钻石，会不会是一个要命的钻石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uss 社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聊一下吧。判断了有一段时间，我估计有可能是箱体震荡的形态啊，不一定会再继续进攻。包括昨天视频也是跟朋友们讲，你这一根 K 线如果是能涨多一点是更好，特别是下面的量呢，你如果放大一点，直接再来一根 K 线突破，主力就直接过了这一个29000啊。所以昨天是涨得有一点小，我倒是希望你给我赶快过啊，有利润可以继续数。但是现在是价格又跌了回来，其实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问题？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从这一根 K 线开始观察到一个迹象，它在跌的时候收红 K 的时候是量能已经出来了，但是每一次上涨的时候，这两根 K 线量能是比不过这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后面是这一根 K 线跌的时候是又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量。因为当时是有一个利空的消息，就是币安要开始收取比特币交易的手续费。目前这一个高位，它一个最大的量，目前的话其实还在守，有可能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还是在箱体震荡。然后昨天一个下跌，现在是量能又放了出来，所以目前在整个高位整理的区间，有一点不好的现象，就是开始出现量价败象啊，特别是这一根开始就已经很明显，也是跟大家讲，估计不一定会攻哦。当然，现在还会不会有可能进攻，也是不排除，那就看资金了。资金是最难猜的，那到底会不会整理到位继续拉？我的观点是，短期还是一样，就这个支撑位，这一根上影线的高点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区。如果这个位置破，前面有跟大家预期，不排除这一次会不会类似上一次的整个波段，一个波段高位以后，它在这边整理震荡局限。有没有可能在破位的位置才会有买点？这个位置的支撑买点就是这一个位置有一个整理区，所以目前的整理形态如果也是在一个波段的高位，我们尽量观察短线的这个支撑不要破。真的还有资金的朋友，你就观察这个支撑位，大约是在25500美金附近，也是交代了有一段时间。当然，我个人的长线，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比特币继续看涨，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均线图，其实整个中长线的趋势线目前是趋势是还在啊，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个美元指数啊，就前几天啊，它这个位置是有插针，那至于插针的原因，是因为遇到前面的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强的支撑区，就是这两根 K 线。它是一个插入线，当时不是在这个位置跟大家判断，毕竟一波跌幅也是相对比较深的位置，有可能这一根 K 线出来，它会出现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，反弹到这个矩形高位，压力是压力过不去，现在是要掉头啊，掉头。那短线我个人的观点，有可能美元指数这个位置会不会震荡一段时间，因为确实也是有看到插针，但是它趋势目前还是一个空头趋势啊，所以我个人的观点，这段时间先观察，如果美元指数确实要在这个位置撑，它在这个位置震荡，没有在破这个低点之前，比特币有可能在高点，压力还是压力，主要就是美元指数最近也是在震荡，所以比特币有可能也是在震荡。那至于一些朋友在担心的，像这种形态是不是一个要命的钻石，确实它也是在相对比较高的位置，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子啊，如果放长远的目标，比特币69000到15000，这一点空间的涨幅1倍都还不到，这个位置要看成一个要命的钻石吗？我个人是觉得应该还是在箱体震荡，因为它目前其实整个中长线的趋势目前是都还在的，包括更长的这个250天的均线，目前价格是在这一个1年多成本的上方，所以我的观点是有压回来，你真的还有资金，也是不排除这个高位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因为之前是有跟大家预期过，如果比特币这是一个大级别的头肩底的形态，颈线现在是过了，过的话，这一个颈线就是25000美金附近，有没有可能回踩一次？回踩的这个点位也是很重要的买点，大约就是这一个整理的一个区间。现在还有一点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币安最近现货的这一个量能是缩得很严重啊，因为上一次自这一个位置开始有预期，币安要开始收取
比特币的手续费，所以也可能是整个市场相对比较不热络的一个原因。然后昨天也是有看到一些报道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是在起诉币安跟 CZ 哦。有些朋友是担心币安会不会爆雷，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去年的时候 FTX 交易所当时崩盘，其实银行或者是一些金融公司最怕的就是客户挤兑哦。去年 FTX 交易所崩盘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了。整个币安是很多资金、很多客户资金是在往外流出，但是币安最终还是好好的。至于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起诉某一个交易所，其实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很多中文的平台在历史上都是被大陆那边政府抵制，或者是被赶出大陆啊。所以我个人观点，不要去管这些。目前先看会不会箱体震荡，也不排除它会挖一次坑，真的就来踩这个$25,500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短期的这个 MACD 哦，其实 KD 现在是在死叉，然后日线 MACD 上一次不是有跟大家讲过，如果真的中线的买点，你去观察一下它这个位置会不会死叉，但是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死叉，我也是希望它能不能赶快压直张嘴，比如说来一个压头，这边是眼睛嘛，嘴巴如果能张开，这样子是更漂亮。不过张嘴我们要知道，它如果真的要涨，必须要放量啊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它的丝绸线啊，现在是感觉把这个丝绸线60 EMA 给跌破了，所以这个知识大家觉得重不重要？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重要。我感觉每一次在转折的位置都是非常的有用啊。比如说第一次踩这一个60 EMA， 2次、3次，那后面整理到位，它不赶快往上突破，最终现在是破的话，有可能目前我们就观察吧，它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守，最好是把这个支撑位26000给我守住。因为上一波的形态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比如说1月份的整波上涨的形态，来到高位以后，它开始横盘震荡，它在测这一个60的一个均线。后面是想去过高，但是高点过不去，因为这边量呢明显是相对偏小，没有像这种大级别的量，最终是把这一个趋势给扭转为一个短线的一个下降的趋势。不过它后面也是撑在这一个整理的区间，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观察一下，短期26000最好是不要破，如果破的话，就这个位置破的话，我们去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一个区间，到时候看会不会有一个支撑区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